五竹鼠，箱子是你拿了？跟我来。你一直坐在这儿就没人发现你？也是。你是谁呀？说，影子好像对你很感兴趣，一直想跟你交手。没兴趣。说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这里边有东西。小姐当年苍山住过。我娘藏的。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。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。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。3大房里到底有什么？连这都能修？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。江南总是要去的，我娘的产业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2个放一起啊？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？小姐把这留给你，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它。为什么？当神庙改变命运，未来亦将留下烙印。这句是真没听懂。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，未来岁月，你终将去往神庙。这有点过于违心了。我等你到江南，到那时，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。用这个对付大宗师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未必。什么意思？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？没错。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
我像正常人吗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。那不成了妖怪？差不多。你找把火铳，练练瞄准。你手稳，是好苗子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？你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哎呀，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吗？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。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又来了。哎，哥，姐，来了，该走了。嗯，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啊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它必须开在北齐，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，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
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，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，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大人，是禁卫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，黑旗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旨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过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足矣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建于山崖，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
这是庆国最早的遗作，据说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，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领旨行事。是四姑剑的弟弟。你的毒烟用完了，3支弩箭用完了，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，你还想如何呀？剑雷很快就到，时间来得及。范闲，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？
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！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，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急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是，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你懂医术？我哥教过我。那你会解毒吗？不懂。治真气逆行呢？不会。那你怎么救他？我救不了他，能救我哥他只有他自己。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。那姑娘准备怎么做？我哥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刺激神志、让人清醒的穴位。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？一个也没有。啊？这也太冒险了。如果不用针，能行吗？那就不要犹豫了。散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自己人无妨。范闲醒了，他亲自开口，原话是要3处冷师兄入宫。好。刺伤范闲的白衣剑客消失无踪，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在京都。你继续查。那个人是四顾剑的弟子。陛下的眼光不会错的。九品上的身手，躲在京都，监察院却丝毫不知。虽有蹊跷，我要找出答案。禁卫布防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您觉着这代表了什么？有内贼！我查了此人的案卷，结果呢，一片空白。这不合理。这般人物，多多少少都会有本册留存。所以我怀疑，监察院内就有刺客内应。
和四顾剑有关的文册，只有各大主办和我有权调用。或许内应之人就是监察院主办。院长，我想暗中调查。怎么抛啊？抛开了，什么人都有可能蒙蔽，唯独院长不会。为什么？院长心中自有大义。继续查吧。是。师兄今天没服毒啊！哎呦，这幸亏没服嘛，那不然耽误大事了。小师弟，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就能解。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格。刺客是四顾剑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一城啊，用毒路数虽偏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。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。婉儿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。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干净了，你说的那个戏什么的应该没了。药好了。马千子不行啊，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，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哎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
汉，他才是主刀。哥，开始吧。哦，没事儿，开始吧。别紧张。小心哥，没事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呢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。继续。他要是困，先让他回去睡吧。范闲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睡呢？我不困。娘，大表哥他没事吧？血啊！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老爷，喝点茶吧。我不喝。你听听你的声音呀。哎，烫！没事。老爷，如果担心，就去宫里看看吧。不可。他可是你儿子呀。人在宫中，无照莫入。儿子都不行。就是儿子才不行呢。那么多太医，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哎，烫！这怎么了？这陛下口谕，范闲有伤，不宜打扰，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，他日再来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开膛破肚了。那范闲他……小范大人在乐。乐？他都被开膛了，他乐什么？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
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截图，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。缝上，用什么缝？用针。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。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原来好看啊！图书馆，冰淇淋下课了。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再眯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败嘞？什么意思？坏坏的孩子。陛下，3名刺客的根底已经查明。范闲现在在广信宫，正在开膛破肚。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，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说来好生奇怪，如果没有如此重创，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。随他娘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，是吗？为了救驾，连命都不要，什么比命还重要？有道理，进来吧。说话呀！平稳些了。没缝错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恕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
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，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好学呢。你的嘴紧张，嘴唇要破了。我也是，手术都做完了，才开始后怕。老爷，宫里急报，范前病情稳住了，无性命之忧。不出所料，就你心慌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人做事，稳字当先。哎呀，这下行了，最难的一关过去了。老爷，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，没有人照顾怎么行？若若和婉儿都去了，不多我一个。不行，这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范闲成亲，那是对我磕的头，我就是他亲娘。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，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您来的真巧，我刚醒。阁楼方药效如何啊？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我是掐着时间来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疼啊！还有什么？真气没了，经脉紊乱，真气离散。还好，命保住了。还能恢复吗？苦荷独门功法，天一道，据说能有恢复根骨之能。可外传吗？从不外传。好歹留个念想。玄空庙刺杀有结果了，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第一，那个侍卫静脉糊了。
看着不像，有庆人血脉，相貌不可分辨。怎么入宫当了侍卫？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，占据上风，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，求和称臣，求和失败。庆国威风四海，胡人悲惨离境。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，事过境迁。不知为何庆公当了侍卫。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？办案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是悬案。这么多年不动手，没机会。侍卫太多，要想靠近陛下，机会渺茫。这次是巧合。那个太监呢？他和你息息相关。我可不认识他。当年你娘之死，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，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。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，被仆人救出，长大之后重回京都，挥刀自宫，成了太监。为了报仇？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，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，随时间茁壮，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像是有共鸣？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吧。那匕首怎么藏的？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公庙，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，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。白衣剑客呢？陛下眼光独到，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。这回真是四顾剑？这次不是四顾剑，四顾剑杀尽全族，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。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，正是他这位亲兄弟。这3个人彼此认识？不认识，没有牵连。配合这么默契，是巧合，没有商量，没有预谋，3方互不相识，轮番刺杀，这样同时开始，反而形成了杀局。这是一场神仙局，无法预判，不可复制。神仙局，如此巧合，如此天衣无缝之局，非凡人能说。凡人不行，您可以的。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？如果就算有的话，刺伤我的是影子。我瞧见过影子出手，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，弃剑之后就露了根源。神仙局，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？别看了，我刚醒，不可能藏人，这儿就咱俩。太鲁莽了，真气离散，重伤未愈。如果真是我设的局，你怎么办？是你吗？我只派了影子。其他2个纯属意外。你想杀我？不是我，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，没有机会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也就凑合了。那一剑是个意外，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，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，所以是个意外，对吗？绝对是意外。
那你是想弑君？陛下对我信重，我没有理由弑君。那得问你啊，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，替陛下解忧。你让我好好理一理。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，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把火还记得吧？动作快，快救火！快点，动作快！3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，唯有那把火，检察院全体出动，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更有趣的是，结果报上去之后，陛下没有深问，轻轻放过。火是陛下放的，陛下落子，从无嫌弃。那把火不够，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。什么叫不够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，究竟想要什么结果？悬空庙谋杀，震惊朝野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，这就是结果。大内统领护驾失职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保重，臣告退了。我杀了宫典，贬出京都，放逐定州，发配北郡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阵仗，就为了一个宫典？他是叶仲的师弟，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，结果跟宫典一样，昨夜已经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叶家垮了，这就是陛下想要的？不对啊，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，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？陛下怎么想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四姑见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，陛下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以下这抓捕。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？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，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。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。结果最重要。要是那一剑刺中了呢？陛下不会死。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。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？可以不说。那你就不该承认。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，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，不应该问我。是。如果真是你布的局，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就不问了。若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答。悬空庙刺杀之局，真相就是这样。晚上见啊！回见，回见，回见。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寨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他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，你这。
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啊，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债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他要是触犯国法，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，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务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呦，我这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债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当然算了。什么库债？我大清立国以来，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这逆子胆大包天，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，属实荒唐，国法难容。正所谓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要我说，先把范闲押回来，然后我这上书也抹掉。家风不正，没脸做官，回儋州养老算了。沈院长，别睡了。你在发火，喊我做什么呀？库债这事儿，你总得有个看法。我看不了。瞎了。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，管不了。没说内库，说库债。新鲜？没听过。确实新鲜。库债一事，自古就未听过。依照大清的律法，也没有库债这一条啊。可若是治罪下来，也无法可依呀。这新鲜事儿，二哥怎么看呀？回太子的话，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，没陛下召唤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善论朝政了。哎，说说无妨。无法可依，无理可循，但凭圣才而已。诸位都到了，请随我来。哎，陛下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带我们去哪儿？后花园。深更半夜后宫花园，做什么？班花。侯公公，哎，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？范大人，老奴有天大的胆儿，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哎，啊，就是班花，就咱们几个人吗？那下人呢？陛下早就有旨意，这一片啊，不许宫内下人靠近。
辛苦啊！这赏菊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，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？确实如此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，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？陛下喜欢啊。陛下是想告诉我们，这赏菊大会啊，他很重视。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，改期了啊？改到何时？就在近日。改的什么日子还要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。啊？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？陛下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陛下重视赏菊大会，但何时召开，要等范闲回京都。殿下，您说的没错。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，赏菊大会重要，范闲更重要。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？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，这么大个箱子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？箱子里是什么？神庙里的东西。神庙里带出来的？神兵利器吗？如果裴奇确实是绝世神兵，缺东西，主体没了，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一个箱子，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它是什么。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。谁？大人，那儿有人。好身手，我都没察觉。走啊，收好板。是。哎呦，京统领，哎，你们不是回营了吗？裴奇军令守在苍山，保护祭司。影子，王启年挺警觉啊。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，你们跟这儿团建呢？何谓团建？我们家新词儿多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老师，您怎么来苍山了？不是你在这儿吗？小范大人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你在我门口偷听。我觉得是武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暗中跟着你，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。小范大人，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，我们2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别动啊！动我就毒死你。那没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。走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那你也当我不存在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吧，老师，都到苍山了，上我那儿吃宵夜去。好错了，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，凶犯到了京都之后，又找不着人了。2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武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，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。当然，有这般手段，京都能有几个呢？这也是线索。
来苍山给你待几天。这案子透着诡异，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。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，我在暗处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媳妇那肺痨啊，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一天一粒，药吃完了，病根就除了。百年好合，陛下想看，我也想看。要不您告老吧，我养您。胡说八道！我认真的。行了，把宗师隐藏在京都，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，我寝室呢，不是，哎呀，别唠唠叨叨吧，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。长大了，我教他用毒。回去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别玩命。放心，我比你怕死。